嘿，大家，我阿玲。我今天要来画一个我在网络上看到蛮酷的妆，但是因为它的难度有一点高，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应该没有办法聊天，然后再加上最近好像没有特别发生什么大事，好像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滔滔不绝的讲话，所以我想说先前面跟你们小小聊个天。现在可以非常及时的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新做的美甲，嘿嘿。这只手比较漂亮，给你们看这一只手，ta啦。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一只手就因为是用左手做的，所以就会很丑，但是就能看。我真的觉得那种美甲的钢板非常赞，很值得买，就是这样，就很轻松可以印出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种格纹很方便，这样。然后我这一支的格纹也是这样印出来的，非常方便。好，那我等一下就要开始化妆了，我猜应该不会讲话啦。应该吧，那我们就开始喽。我后来决定先把底妆画完，然后直接来化妆这样子。然后我想说这样可以省略一些步骤，然后再加上我刚刚其实有点想要大唱歌、大画底妆，所以我就没有录音了。那今天的重头戏应该就会是这一大堆的眼影打底膏，因为你们如果看封面的话，应该已经知道我在画什么了。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是这些眼影打底膏会疯狂的出现这样子。那我一样还是不觉得可以聊天，所以我想说从这边开始记录，我的影片就不会太长。然后反正前面的底妆你们已经看过上万遍了，那我就可以直接开始化妆。那就这样咯，我要开音乐，我要听音乐，然后你们就看我化妆就好啦。maybe 我会补个配音什么的，我不知道，随便，但是就希望它不要对焦在镜子，因为我现在其实完全看不到。那就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这个灯真的有差，好 ，OK 。那反正我现在用 P-Rose 这一个这是 base 的0号，它就是白色的。那今天应该会大量使用到它，所以呀，那我就要开始了。我要听我刚刚听到的一首很赞的歌。对，我现在才听到，我觉得我很逊，这一首好赞哦，好爽哦！我等一下要大听特听。那就这样啦。如果有讲话的时候再见。这是我的第一次尝试，会说是第一次，就是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次的尝试。受不了了，我刚刚卸妆了，我觉得我大错特错，颜色错了，然后色块错了，所以我决定要重画这样。对，然后我们重新再来一遍吧，嘿嘿。现在看，其实这次做的还不错，底色够鲜艳。我忘记了。但是反正我画了一点线，可惜第二次的拉线不够精致，没有抓到适合的线条，所以看起来有点混乱。我又画到忘记拍了，反正就是加一点点绿色的打底膏，然后晕开。但是我觉得这个妆我极有可能又会重画，因为我觉得目前的效果没有让我很满意，我还在找更好的做法。但是我现在想说，反正画都画了，不然我就来试试看这个颜色的效果，这样，然后我可以在下一次画的时候再注意些什么，这样。所以觉得极有可能我最后还是会放弃这一个目前这一个眼妆，因为我总觉得还差了一点什么。对，目前这样看起来有一点荧光的感觉，但是总觉得还是不太够啊！我真的觉得不太够，我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的感觉，跟我想要还有我看到的那个效果不太一样。我在想到底是为什么？所以 anyway， 现在就是我能做什么我就多做一点，然后试着让它看起来很亮这样。因为毕竟我也没有它的那些东西，我只能用我手边有的东西去做出那个效果，看看能不能让它再更亮一点。我觉得之后的晕染应该要再做更多一点。目前会觉得这个晕染有点不够，然后灯已经没用了，这样子有没有更亮一点的感觉？加一点白色在里面，这样子看起来，如果以发光来讲的话，会不会好一点？然后一样把它晕开。已经拿到这么小的刷具在晕了，你知道吗？这样子稍微晕开，再拿一支更小的，然后沾白色的眼影，希望这样上面是不是有比较亮一点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的底色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就觉得画起来不够漂亮啊，就是跟
看到的那个人画出来的那种效果不一样，它的底色还有它的选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让我觉得好美哦。就我本来就知道这一个妆不会很简单，但是我没有想到它的配色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难一点。我应该又要再去洗一次，我就是用了一大堆刷具，然后我到现在还在想我到底可以怎么把这个妆再做得更好一点。它的效果真的很美，我在想说是我的荧光色不够荧光吗？你看这样子都没有荧光的那种感觉，就算他说加这样子一点点的黄色，可是我也不觉得有亮的感觉，我觉得都不亮，所以我现在有点生气，对自己感到生气，我有点不知道我觉得缺了点什么，我想要再认真研究一下。我今天觉得画不出来，今天这个效果。我已经拿出我最荧光色的就是粉了，但是这个荧光黄，我觉得效果还是不对。我现在非常对自己非常说失望也没有，但是就是为什么呢？到底我少了什么东西？到底？所以就我觉得我等一下就会去卸妆，今天应该是失败，因为今天礼拜3嘛，礼拜4我休假。我看到礼拜5能不能再一次尝试把它做出来，我可能等一下就去洗我的刷具，因为我真的觉得不对，到底。为什么？到底差在哪？它为什么颜色这么的漂亮？看它的颜色是这么漂亮的，就是我当然知道就是笔触有关，然后亮的地方，但是好漂亮，它的颜色真的好漂亮哦！我办不到，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再多看几遍，然后再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是我现在很想要挑战成功，还有成功画出来的妆，就是给自己出的题目。但这个真的太美了，我觉得这个练出来之后应该可以画出很多很美的妆，所以我决定要再去多看它个10遍，然后认真想一下。然后今天的妆就这样，我真的大失败。Anyway， 我希望我可以成功，然后我可能再多研究一下它的手法，这样子到底是怎么办到，怎么可以这么漂亮，这么美啊 ？Anyway， 就这样，是我刚刚陷入那个想法，我等一下就要去卸妆了，然后现在已经2点多了，不对，我不止画2个小时我不止画3个小时我在这边磨这个妆已经磨了快要5个小时吗？4个多小时。反正就是我之后一定会再挑战这个妆，然后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漂亮的封面照，我相信我可以，我绝对办得到。但是我现在真的好饿，我要去吃东西，然后我去卸个妆。我希望我可以研究成功。那我们对你们来讲应该就等一下见了，但是我们晚点见，拜。我跟你们说，远一点好了。我后来研究了一下，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把我的妆画出来，所以我觉得有很大的影响的是我的眼影盘，还有那些眼影没有选对。然后，所以我决定我要来认真的看一下我的眼影盘们，然后挑出正确的颜色。那我今天是希望一定可以成功这样子。那我就开始了。那想说，反正就稍微记录一下我的寻找的过程，寻觅觅这样子。OK， 好。这边的眼影盘们，除了我自己多年来的收藏，有很多都是好友退坑之后寄给我的。我每次翻找的时候，都是充满感恩的心。谢谢。好像找到我想用的这个黄色，我觉得这个黄色很不错，这应该是我会想要用的颜色。其实就真的是要欧美的盘，它们比较容易会有荧光色。再来是我其实收的荧光色没有很多，所以现在就是有点尴尬。这一盘也没有什么荧光色，第一我要去买新的眼影盘，新的荧光色的眼影。这边有荧光色啦，这个荧光粉红是蛮可爱的，这个蓝色可以试试看。那如果它显色度够好的话，也可以，我觉得可以把它挑出来。这个颜色都不太对，不太是我想要的感觉。这几颗颜色都超美的，一直还没有机会使用。但是不对，不是我要的感觉。我在想，我应该把所有的眼影盘都拍张照，然后把它们贴在外面，这样我就不用每一次都要翻开，每次都忘记里面有很多颜色。这一盘我觉得可以做晕染色，这个荧光绿也蛮好看。然后这一盘这一盘真的很美，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这里面的颜色其实太淡了。就是如果拿来当一般化妆、画彩色妆还蛮好用，但是就是现在这种要很夸张的妆的时候，它有点不够用，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放回去，不要用来迷惑我自己的眼睛。然后再加上我其实以前有收一些荧光的色粉，这种就是我有收一点这种荧光色的，你看这种荧光粉红这样。蓝色的就没有很荧光，所以我觉得应该可能会用那个浅蓝。我刚刚有拿到浅蓝色嘛，
有，我记得有一个浅蓝色嘛。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我很久以前买的，就是美少女战士的那个粉饼这样。我根本没有在用，那很珍惜，我超珍惜它的。然后就一直收着，它是我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它结合了我很喜欢的东西，这样。OK，anyway，就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我能挑出来就这样。那接下来就是希望我的手可以化腐朽为神器。我希望可以完成功啊。然后也很难得的给你们看一下，我平常在挑眼影盘的时候是长怎样，就是会一个看，然后一直疯狂的看。好，那我们等等见。我跟你讲，全副武装，我的水装好了，然后我的刷具也都重新洗过。我这一次一定想要成功，这样。连我的镜子都充好电了，然后我的耳机也充饱电了，我的手机也充饱电了，我的平板也充好电了，全部大家都充好电了。就我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决一死战。OK， 趁着我现在在保养的时候，来跟你们讲一下我决定怎么做。就是我一直在研究它的过程，然后还有它的变化是怎么办到的。我自己在猜啦，上一次的晕染没有那么好看，有可能是因为我按照它的步骤先定妆了。我觉得定妆后就是有粉状在脸上之后，还要再用眼影打底膏上去，晕染对我来讲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这次改变的步骤应该是我上完底妆之后，我就先用眼影打底膏，我就先晕染，我应该不会先定妆，看会不会比较好晕染一点，然后让底色也比较出来。然后再来是我有去跟我的画画老师讨论，他说还有一个点就是，除了它的颜料用的是比较荧光的以外，就是我上一次会失败有很大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我的颜料不够荧光，它都是属于比较粉、比较淡一点的颜色这样子，所以相对就比较不容易成功。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它的肤色其实比我的深，所以它有一个对比的状况下的话，它的荧光的感觉还有那个就是颜色就会很差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能做到的应该就是先把打底用好。我觉得打底用好之后，应该多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的肤色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我也没有打算要特别把自己涂黑，或者是用深一点的肤色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认真的先湿敷一下，你知道要做好化妆之前，就是打底非常重要，你的皮肤真的要吃饱水，你后续才可以疯狂的蹂躏还有糟蹋它这样子。然后顺便在湿敷的时候跟你们小小聊一下，就是我其实最近非常热爱一个叫做，其实我不会念那个英文，但是它的中文翻译通常叫做守墓人的一个牧场经营类游戏，这样它是一个你需要帮忙处理一些牧场事宜的人啊，非常好玩。如果你是喜欢经营类游戏的人，我觉得非常推荐。我就是完全没有找攻略的下去玩会最好玩，然后剧情目前也还蛮有趣的，然后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经营系统，我也都很开心。所以我最近只要放假的时候，我一个礼拜其实休假1天而已，我觉得放假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狂玩那个游戏，我就一整天都坐在电脑前面，这样非常开心。然后昨天是我的休假日，我就大玩了一整个下午，这样就好开心啊。然后我现在的期望是，如果我今天化妆成功的话，我晚上也可以小小的玩一下，这样子，只要把这个当成对自己的奖励，这样。那就是 maybe 你们有喜欢的话，可以去玩玩看。OK， 我打好底了，这次没有遮瑕，因为我想要直接上那个眼影打底膏。然后眼影打底膏，我这次先用了橘色跟白色，有够不专业的。橘色跟白色的打底膏，我挑出了一个这样子的颜色，比较浅一点的橘色，然后我想要拿它来做橘色范围的打底这样子。那有鉴于我上次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晕染范围不够大，所以到最后就是想要在空间里面做一些细部的细节的时候，都有点难以办到这样。所以我这次决定把晕染的范围扩大一点点。那我想要用刷子来晕染这样子，然后我应该会直接把一些颜料刮上去。那我猜大概会是这些范围，橘色的延伸。现在是在装潢吗？他已经很久没有在那边就是吵了，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已经装潢结束了。所以大概会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来晕染。晕染的话，我觉得用这一支应该就够了。这支是03E的579这样，他们的这个系列可以混用的，我觉得都还就是可以干湿两用的，我觉得刷具的那个品质都还不错。然后如果你们一直听到装潢的声音，就是麻烦你们见谅这样。
我没有办法，我已经想说它很久没有装潢了，我以为他们已经差不多装好了，结果居然又开始了。我会把范围用的比较大一点，然后当觉得刷具上面的颜料就是打底膏太多，或者是油彩，就是在晕染油彩的时候都一样，你可以稍微拿一张，就是这种是以前很流行的那个卸妆巾，对，你可以卸妆巾，然后稍微把刷具上面的颜色沾掉，然后你可以用前头这样稍微把边缘晕染一下，就不会跟肤色的差异太多。这种斜的刷具很好的就是我通常会用下面去沾颜色，就是如果第一个颜色碰到的地方，我会是这样稍微把刷具抬高，用下面去晕染，然后等差不多之后，我再用上面去把边缘衔接。但是就是当然就是染久了多少会沾到，所以才会需要拿刚刚那个卸妆巾来就是把刷具清洁一下。你看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个蛮漂亮的晕染这样。那因为我没有红色的或者是说粉红色的打底膏，所以我想说反正颜色也蛮浅的，我的粉红色应该也不会拿到太深色的，所以我决定就直接用白色的打底膏直接擦一擦。卸妆巾就好用在这，就是当我在用这种很需要大范围的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没时间在那边跟你拿一点点的小小的卸妆的什么有的没的在那边慢慢用，最方便就是直接卸妆巾擦了就好，因为这些颜色都会很重，所以就是这样是最方便的方法。然后当然跟肤色连接的地方就是要小心一点处理，要不然就有可能肤色都会被吃掉。一直不断的清洁你的刷具，不要让刷具上有沾太多的膏体，然后把其他的部分给毁掉，这样这是非常需要小心的地方。粉红色的话，我知道了，我有一个粉红的，想起来了，这个腮红的粉红非常不错。然后我现在突然好想尿尿，所以我要去尿尿，真的见。我觉得这个粉红色非常优秀，那我就要来开始晕染了。可以多取一点，不用害怕。但是同时还是要匀粉，你多取一点还是要匀粉，你不能一坨粉直接上脸这样。然后你可以反复的晕染，稍微晕到旁边，这边白色的地方我们就铺上粉红色。你可以看我刷具拿的方式会比较，因为我一样也是下面这边就是刷具的底部这边取粉，然后上面比较浅，所以就是你在晕染的时候要避免你刷具上的粉去晕到你不想要的位置，所以就是你要一直很清楚你自己的粉是取到哪里，这样对，这样才是我熟悉的范围。就是我先用一个打底，然后再来做晕染，这样。看这个粉色蛮可爱的，然后我会这样子稍微把它晕开一点。那我们等一下也还可以再用粉饼去整理一下。那这一个粉色会想要上实一点，所以我拿这一支刷具，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指孔可能会有稍微压一下刷具。我觉得这个粉色其实蛮可爱的。然后等一下可以再加强。我们接下来先来上橘色，然后一直不断的调整两边的颜色需要的显色度。橘色的话，我看它是拿一个比较暗一点。那我记得我刚刚有找到这个颜色。为什么我突然找不到我刚刚用的颜色？哦，在这一颗橘色，我觉得可以。这个猪头的这个颜色，那这个是 Jeffree Star 这一盘这样。这是我在二手市集捡到的，超爽的。如果就是你不会很介意的话，我觉得二手市集是一个非常好找好东西的地方。因为有一些人可能驾驭不了，或者是他实在是用不了了，或者是他想要退坑了，你可以在那边找到一些好货。其实我只比较敢买的是粉类的，眼影粉啊、粉饼啊这种类型的产品，这样像是那种气垫粉饼，我就比较不敢在这边买，因为还是会考虑到卫生的问题。这样现在看起来可能会有点 over， 但是我觉得都还 OK， 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大家不用紧张。我刚刚上橘色的地方还有哪里？你看这样就是一坨粉太多了，刷具的背面还是干净的，拿它来晕染。那如果真的晕不开的话，就把你刚刚那一支粉红色再请回来，这样算是有一个适当的深色。还要记得就是一直要有匀粉的动作，这样。我想要跟它的步骤有点不一样，我现在就要开始加一些线条了。那我本来线条是用这种非常非常细的刷具来加，但是我觉得第一阶段我还是可以把它画得粗一点，所以我决定拿一支比较粗一点的刷具来画那个线条，去拉线，直接用白色了，然后去拉一些线条。对，我们不能害怕，我们不要害怕，
直接拉一些线条，然后就是沾白色的眼影打底膏这样。那这次线可能会拉的比较粗一点。拉线这件事情就是会点一些大点的点点，然后去做一些连接。然后接下来是我上次我觉得也蛮失败的地方，要把这一个线条拍开这件事。我上次是直接有点像是干刷然后去拍，那我后来一再三的研究，我发现它还是有在沾一点新的打底膏。然后再来是它用的是非常非常细的这种铅笔型的刷头，它会比较好控制用量。我上次是用这种头相对较圆一点的，我觉得就是这样放在一起看，你们就可以蛮清楚的看出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蛮大的重点，因为它在晕的时候不会一直把范围扩大，然后又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打底膏的位置，这样。所以我这一次洗刷具的时候，我就特别把我的刷具都收的比较尖一点，然后一样去用尖端沾一点点的打底膏，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晕染这样子。那晕染的方式就是把它现在画的这个线条往外晕，然后这是第一个晕染，但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要小心，所以稍微调整一下用量，然后稍微把它晕开。然后我觉得我后来研究啊，就是发光的这件重点就是有一点不规则的边缘，有一点这样子，你要左右两边线条的左右两边都要有晕染，然后非常非常细心，然后缓慢的拍开。这种发光感的重点就在于我自己猜，如果我们成功的话，这一段就是算是经验谈，就是你知道可以算是一个分享。但是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再看，我就把这段剪掉。我后来觉得发光的重点就是这个有点毛边的这种边缘，它可以让颜料等一下上去的时候看起来会有一点像是发光的时候那个光晕的感觉。不断的轻轻的往外晕染，我会有一点稍微往外弹一点的感觉。我觉得上次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晕的太漂亮也不太对，但是就是晕的太均匀了。它其实要有一点点不太均匀的晕染。我觉得像这一次的晕染就还不错。然后这种很细的线的时候，就是很小心的去把它晕开。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我的底色有点不太重，不够重，所以我现在也是会有点担心等一下的效果。我大概晕染成这个样子，还是开始又担心，觉得好像会有一点失败，就是没有关系，我们要勇敢。那接下来他就是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一些晕染的块涂上会发光的颜色。那我这边找的一些会发光的颜色，我现在有点紧张。这个荧光黄应该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又开始很紧张，很担心。我会用这一颗黄色，它是用比较实一点的刷子去晕染。好，我就用这一支，然后我们来沾这一个黄色。我现在又开始觉得我晕染的是不是太漂亮了，就是又晕得太均匀了。这次我就不晕了，我让它刻意有一点色块。哦，好像有一点发光的感觉了。不要省的，把颜料按上去。不断的取粉，我好像有一点点，我觉得我等一下可以再把那个边缘再加深一点，粉取的比较实，然后这样子去压它，然后去调整刷具的角度，因为它还是有斜度的，所以你可以用尖端沾，然后比较细致的线条，好像有一点哦，比较细致的地方你就可以直接压上去，像其实可以蛮大胆的去压它的。这个蓝色比较对，我觉得这个底色还是不够重，我的底色还是太轻了，所以现在的对比不够重，但是有一点点发光的感觉。我们把一些地方衔接的漂亮一点，然后该亮的地方多打一点。我稍微加了一点粉红色，我觉得有点失败，但是没关系，我决定这一次要先画完。我画完之后，我应该还会再挑战一次。接下来就是要再加一次，那这一次加的话线条会再更小一点。然后我刚刚戳到我的一个眼影盘，咖啡色碎掉了，我救命！好，然后这一次的话，我会再把它画得更小一点，然后我们一样要进行各种晕染。我继续试，我继续画，我这一次就先画到底之后再来决定我们可以怎么改善。反正现在知道的事情就是我的底色还可以再更深一点，可以再夸张一点。然后我现在把这个颜色给画出来。它是用蓝绿那种有点绿色的打底膏，好，线条我们马上调一个，这个颜色我觉得可以，这个颜色 OK， 好，我们来试试看，最小的铅笔这样，稍微
点点。然后他说接下来要打上这种荧光黄色，然后直接来沾这个荧光黄，轻轻的压上去。好像有一点了，有一点发光的感觉了，但是有点粗糙啊，有荧光的感觉，但是是因为这一个荧光黄的关系，那没关系，我们一样。我上下上面这边，我觉得它很厉害，就是它的边缘都做得很亮，有一点荧光的感觉了，终于。但是我的选色还是不是很正确，我等一下要去卸妆的。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可以成功。这样，我觉得这样有，然后还可以再让它更亮。听老师的话是要用一点点对比色。所以黄色的对比色会是蓝色，但是要很一点点就好，因为甚至看不出来它有，所以我就用蓝色这边调一个啊，这样看起来更亮了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一个黄色这边我可以再有更好的处理，我用相机看一下，有时候眼睛是不准的，对。有一点发光了，但是就是差一点，我觉得是底色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可以解决，我觉得这次今天应该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应该可以。我觉得已经开始有发光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再把线条收得更细致一点。那我要卸妆，好 ，OK， 我刚刚很快速的又再次拉了一次线条，那稍微给你们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又要晕染了。那我这一次晕染，我想要跟刚刚不太一样哦。刚刚的晕染有点晕得太漂亮了，所以我现在想要晕得比较扎实一点。但是我在找我的刷具，我先把大家都放在这，我等一下比较方便找。Oh my god， 翻倒了，赶快先盖起来，好危险，好危险！找一支可以晕染的刷子，救命哦！这一支好像还不错，但是好像有点宽。这一支虽然有点刺，很久以前买的刷子，虽然有点刺，但是因为我刷子其实都被我用下去。好，那就来晕染一样，就是不要晕得太漂亮，有晕开就好，有晕开就好，有晕开就好，要一直疯狂的强调，跟自己讲，有晕开就好，不要再发疯了，就是没有要很漂亮的晕染，就是有拍开就好了，有拍开就好了。然后有一些地方可以再加一点回来，我没有要漂亮的晕染，有拍开就好。因为它其实到后面会有点干，所以你多少都还是要沾一点新的打底膏去做晕染，然后补一下。我会希望它是非常白的，不要露出太多的肤色。就是它画起来好像真的都很简单，但是为什么这么难呢？我觉得这样可以。然后我要来用一个比刚刚都还要再更深的橘色，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一个夸张的橘色。我现在就是想要照它的配色就好了。它的颜色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正统的，就是不是比较正统，就它已经选好颜色，我就照它的用就好了。我先不要想太多。我觉得刚刚这个颜色不够亮啊，很鲜艳的亮橘色，我们来找一下。不对，我觉得不太是这种鲜艳。这一颗好像可以，但是有点暗，差一点点。这一颗好像可以，这一颗感觉可以。好，就这一颗。我一样学它用一支比较蓬松的刷子，所以我就选这一支。OK， 我后来找到这一颗，我觉得算是比较亮的粉红色，在腮红里面，这个是 Bobbi Brown 的。Bobbi Brown 的，我干，沾到了，我靠！混乱，一片混乱，就是把这些颜色拍上去。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更鲜艳，但是就是我手边有最鲜艳的颜色，然后让它跟橘色去搭配。我想要配一个比较漂亮的组合，不要太橘，不要太粉，这样好难讲。OK， 这真的是。超级大量的眼影粉，还有那个腮红的脸上，就是上超级大量的粉，让这一条线看起来很显色。这样，这边拿一点。而且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待在冷气房，所以它这个眼影打底膏干掉的速度蛮快的，所以就是它会有一点担心吃不到的色，所以就会用非常大量这样。再一次用白色打底膏拉线跟晕染。这一次就可以先用大点点留出一些之后发光的位置。
大小错落会看起来更自然一点。然后一样用铅笔型的刷具沾取打底膏晕染哦，一样不要晕得太漂亮。OK， 差不多晕染成这样，然后我们要来上黄色啦。黄色在哪里啊？等一下，这边太乱了。我决定要换另外一个黄色，好紧张啊！感觉就是疯狂的上色啦。有，这次的选色感觉比较对哦。来了，哦，有了，就是这个感觉，但是要一直用压的把这些颜色压上去，还有发光的感觉。对，我觉得那个底色又开始消失了，觉得打的可能不够深。但是可以啦，这一次可以了。下次可能会想要换别的底色，或者是我其实应该要换一个颜色来尝试，就是我不要玩粉红色，我觉得绿色或许比较有可能。绿色应该比较可以办得到，大量的拍上去。OK， 我回来了，然后我调了比刚刚再更浅一点的绿色来使用。那这一次我就真的会换这种很小的刷具，我要让它的范围再更小一点。像是在这种地方一点点就好，我就画一点点，一边画一边晕好了，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会有干掉的问题，这样。然后像这边也可以再加一点点，再沾，要让它的线非常细。那再晕开，我再找一下我的小刷具。刚刚我们是用这一支嘛，非常小，非常尖，然后他说轻轻一点点的就好，轻一点点的。好像昨天有洗这一支刷具，再来沾鲜艳的黄色。那鲜艳的黄色，我一样是用这一罐，这一罐其实真的很鲜艳。一样是找这一支，我把它收尖一点的刷具，然后去沾那一罐荧光黄这样，然后轻轻的拍上去，再拍在刚刚有画线的地方。那这一次因为比较新鲜，所以它的着色会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可是这一支可能有点太粗了。哦，这一支更细一点，好，我就用这一支。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边拉线一边晕，然后同时再把这个加进去，这样子。像这边可以有一个小点，这个转折处可以有一个小点，然后再往后拉。就一点点就好，有一些地方甚至就是比较多，这些东西不能多。然后一样是轻轻的晕开，轻轻的晕开。有一些地方有，有一些地方没有这样。然后换这一支很细的去沾我的这个荧光的粉，稍微调节一下，不要让它失控。我不是在敲笔哦，我是在匀粉，然后有点敲到那个盖子，轻轻的压上去，这样，我觉得这样就有一点荧光的效果。那我觉得可能要再做更多一点，我们会比较明显。那我就是慢慢来画。如果你也是动作比较慢，或者是在冷气房里面化妆的话，这个步骤真的要边晕染边用荧光粉上色。这样会比较显色，然后一定要找荧光色的眼影粉会比较有效果，除非你是超级用色大师，那请你一定要教我，拜托。来，我发现一个比较好晕染一点的做法，就是我们首先一样是在想要更亮的地方涂上这个绿色的打底膏，但是不用全涂，然后擦一下，我用这个的笔头直接轻拍，因为我觉得笔毛太软了，我不好控。但是这个这样轻拍就有晕染的效果，然后再马上拍这个亮黄色上去，这样子的话就会蛮明显的。然后也不用全部都画，因为我后来发现像这样子有一点有，有一点没有的话，会比较自然一点，比较像它真的在发光。所以就是可能有一点间隔，然后稍微这样子，然后一点点。然后都是用这个笔的尾巴去把它轻拍晕染，然后你要的话也可以有一点点的连结，但是就是不要太多，都是轻拍，然后
因为真的太小了，所以我的镜子拿很近，有没有？然后轻轻拍上去。但是我觉得我的控笔还没有它那么稳啊，因为我刚刚在试着画它那些点点，它的那个点点真的很难画，它很厉害。这边再稍微加一下，这样子就会有一点点发光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做法。反正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去把想要发光的地方都拍出来，轻轻拍，轻轻的。然后它的控笔真的好强哦，我想要再练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闪亮亮的东西真的是蛮美的。这个它的额头这种会闪亮亮的地方，我觉得很漂亮，但是我做不出来，我觉得我做的不够漂亮，有点可惜。这样子，这样大块的地方，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去粘，然后这个地方拍点点。我希望我没有挡到太多，但是不这样我真的看不到。然后因为刚刚有粘嘛，所以稍微清洁一下，轻拍一下，轻拍一下。再换这个荧光黄上阵，轻轻拍，这样，看到吗？就有一点点发光的感觉。我觉得到时候灯光再稍微打一下，应该会蛮有效果的。但是就是得说还是不够细，我的控笔还不够细，所以就会有一点可惜。那这边就可以稍微晕一下，反正我刚刚就是一直在重复这样子的动作，然后像这种很细的，我就一直在想他怎么办到，他怎么可以把笔控得这么细，这么漂亮这样，所以我也还在想。然后我刚刚有用这种更细更尖的头，然后去点，然后稍微多搓几下，再点，然后多搓几下，看得到吗？然后。这样子，然后去沾这个，这是要垂直上色，我觉得有一点点效果，但是还是没有它的那个那么漂亮。你看，这样垂直上色，这样就有一点点，但是它的那个真的太漂亮了，我还要再研究一下它是怎么办到的。流鼻涕了。好，那我继续。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差异，但是我觉得还我自己在镜子里面看还蛮明显，就是我还是请出了我的好朋友，就是水起颜料。水起颜料在画这种光芒之类的反光，我觉得相对刚刚用那个打底膏什么的来做还更方便一点，而且因为很显色，所以真的可以看起来很亮。所以我觉得再加在刚刚有上过打底膏这样，然后让它再更亮一点。就是像这样子，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又更有荧光一点的感觉。然后我现在因为我在猜，我应该是因为血糖有点低，所以我的手有点抖，所以我就一直需要有辅助。你看，我觉得现在的看起来的效果又更亮了一点，但是我其实看不到镜子里，就是相机里面长这样。我看一下有相机里面看起来也是有发光的感觉，我觉得又更好了耶。我觉得他的那个手法真的非常厉害。好难学，真的好难学。然后，所以我就又请出了就是白色啊、黄色这种比较亮的颜色，然后去做一点点缀。然后这个相对来讲，我比较好控笔啦，我比较擅长也习惯这样子的颜料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比较自在一点，成功率可能比较高。但是就是也一样，就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使用这样。然后我可能会做的浮夸一点，就是一方面是就是这样子感觉更 shining 一点，一方面是你知道树大便是美，有点遮丑的概念啦。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把一些东西做得很夸张，就是因为当你数量多了的时候，其实就会从不好看或者一片混乱变成有一点好看这样。所以我现在在试着再多加一点这种亮点，只是用白色跟米黄色这样交接的去加，然后有点像是在视觉上看起来让这个妆更亮一点这样。我觉得随机性这个东西也是我也在学的，我不太擅长，我也可以用在笔的后面去加这样。我不太擅长去加一些随机的点，我到最后都会有一点想要，就是会进入一个有点制式化的
就是左边一点，那右边也要一点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就是这件事对我来讲不简单，没有那么 easy 这样，所以我在练习。你看水洗颜料一点点就很明显，而且因为你颜料的话，你就是浓淡你非常好自己控。当你习惯这个材料、这个材质或者这个颜料的时候，你在控笔上面真的会很方便。你看这样子很快，然后晕染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困难，就是加一点小小的细节。你看这样是不是比刚刚看起来还要再更闪亮了一点？然后这个妆我觉得今天应该差不多就这样，我之后应该还在挑战1-2次。我觉得主要是这个颜色没有选对，这个红色跟蓝色真的是太难了，在我的肤色上面，我觉得要做到这件事太难了。所以我应该会再挑战别的颜色。我觉得绿色在我身上应该就蛮好的，所以我之后应该还会再画一次，因为这个真的很有趣。我觉得它这个妆是我最近很难得看到，就是我真的每天都把它的影片拿出来看，然后拿出来研究，想说这到底是要怎么画这样。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效果好很多，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我去补上一些其他的细节。这支影片到底会多长，我真不知道。好，那我们等一下见。我回来了，我觉得我终于成功了，还可以吧？我觉得很 OK，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还有就是还可以再玩几次，这个东西应该还可以再玩几次。就是我的桌子现在非常的夸张，你们看得到吗？你们看不看到我的桌子？就是我的桌子现在是超级混乱的啦，就是为了画这个妆呢，就是把所有东西基本上就是能拿就拿出来用这样，然后。你看这个小夹子也很可爱吧？我觉得我今天的挑战算是终于成功了，让我自己就是放下心中的一块石头。我觉得我甚至晚上可以吃个披萨来庆祝一下。我觉得是满意的，满意，开心。今天的影片我猜剪起来应该很长，毕竟拍了2天，然后有各种不同的 murmur， 然后一直不停的失败，就是非常谢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你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剪多久，但是就谢谢你看到现在。那希望你也从中感觉到有趣的地方，然后也想要试试看。如果你有试这个妆的话，请告诉我。虽然说我不是第一个做这个妆的人，但是就是如果你有做这个妆的话，请告诉我。我尽量，我会希望把我失败的画面在影片里面留下来，我不想要剪掉太多。那再一次，就是如果你连那些东西全都看了的话，非常的感谢你。那既然你都已经看这么多，我相信你也还是可以给我按个赞，或者是分个享，或者是追踪我一下吧。今天突然很有一个服务的意识，就是很有就是拍影片该有的状态这样。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咯，就是喜欢拜托真的帮我按赞，留个言也可以，就让我知道你们喜欢，让我知道我不是孤孤的那一个人。那就这样咯，爱你们，拜。